类魂的动作游戏在这几年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已经很多人开始会说，希望接下来能够看到更多的传统纯 ACT， 而不是都是魂系。这一周即将发售的《明末冤虚之语》，那这个又是一般的魂系吗？还是说它会有点惊喜？这个看起来就不太像一般的魂系了。大家好，我是老丁 Dennis。名模虚渊之语在这一周的星期四中午就会正式推出了。那很开心受到邀请，在日本提前试玩带日语配音版本的游戏。虽然大家认识我的话，应该都是经过电竞跟格斗游戏了，但其实我除了 Street Fighter 跟比赛以外，最喜欢玩跟实况最多的游戏其实是《忍者龙剑传》、Ninja Gaiden 跟 Devil May Cry。所以我想要用一个传统高速 ACT 始终的身份，忍龙始终的身份，跟大家严格的分析一下，如果你跟我一样只喜欢 DMC、忍龙或是忍王，你能够好好享受明末吗？明末基础是类魂，但它战斗的打法又不只是魂系。制作人说自己超喜欢忍龙2跟忍王，那就跟我一样。像画面这一种华丽浮夸的招式，这真的是类魂游戏可以有的速度跟范围吗？我试玩时能够明显感受到攻跟防节奏转换的快速，就真的像在玩忍王或是甚至像忍龙。虽然也可以慢慢打，就是你可以滚斩这样龟死 BOSS 跟精英怪，但是系统还是鼓励进攻的，就主动可以输出都很快，打得快对方就没有出手的机会，所以至少它是跟忍王接近，然后传统的 ACT 玩家不至于嫌它太慢的速度。在更深入分析更多 ACT 元素之前，我们先不剧透的让大家简单听听本作的日语配音。其实我觉得声线跟那个文本的翻译都蛮自然的。全員の連中め、いつも俺の宝を狙いやがって。一体どこだろうかしら。死を制し、山河越え万里。然后来深入分析一下战斗玩法跟 ACT 玩家比较关心的部分。首先是体力槽，那前期来说，虽然不像人王能够借残心跟流转长期的维持你的体力值，但起码我在试玩第一仗的时候，不觉得打2下就没气，就节奏以类魂来说算很快了，不会觉得因为体力槽有限制，所以有一种明显的回合质感。这个也跟游戏核心的系统虚语有关，虽然有个特别的名字，也应该是跟背景设定的羽化病、标题的冤虚之语跟 Fallen Feathers 有关，但简单一点来说，它就是一个气能气槽。强力的技能或法术其实都是需要消耗虚语才能使用。那虚语获得的最常见的手段来自于精准的闪避、普攻的指定段数等等。没错，本作是有精准闪避的，而且因为初期是没有精准防御 parry 的，那玩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像 Bayonetta 中就用精准闪避来发动那个魔女时间那个感觉。那近年玩的动作游戏都倾向于有那个精准防御为主轴，那所以明末的主力如果它是精准回避的话，会让我觉得多一点新鲜感。消耗虚语才能发动的技能其实不一定是最高伤害的，但是虚语是除了体力之外最重要的资源。在确定反击或是连击敌人时候，选择优先先击弃存虚语，还是说都打最高伤害的连段？那这个需要想一想。如果你已经想好自己有多少气，能够打出什么样的后续技能来追击的话，这种状况就跟格斗游戏中放弃最高伤害、追求最佳倒地跟压起身状况一样，都是先投资，然后再揽回报的打法。虚语除了用来发动直接物理攻击对方的武技以外，也可以用来发动法术。这一点让我想起人王的阴阳术，就是正面的物理打不过的话，就放 debuff 跟远距离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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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向人他一下。我试玩的时候打第一个 boss 其实就是外向人的法术把它 biu 爆了。武器方面能够装备双武器随时切换，而且切换上有一个像人王紫电一样的讯息站。那这一招需要消耗虚语，但是能够派生出很有用的后续攻击。等一下我讲到核心打法的时候再详细讲。那要特别提一下是，所有武器升级之后都会有精准防御 parry， 但是像之前说到，明末其实 parry 因为它不是主轴，所以有不少敌人的攻击是没办法 parry 的。然后来到试玩过程中，我自己理解明末的核心打法。如果说人王跟其他类魂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残心流转回体力跟武技众多所带来的丰富打法的话，
那明末跟人王或是其他魂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须臾武技 loop。好吧，游戏里面没有这么教，但是是我自己乱取。但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精准闪避其实是被动的嘛，那所以这个会依赖敌人的攻击频率，所以有效力的主动击气存须臾会需要依靠特定的普攻，而不同武器存须臾的普攻段数不一样。比如说单手剑在第2段，但是长枪在最后一下，那怎么最快的发动这一段？然后在发动这一段之前不被打断的话，那就需要研究一下。设计的比较巧妙的是，那个讯息斩换武器后派生的普攻，会直接使出较后的段数。如果以单手剑跟长枪的组合为例的话，那我在试玩的时候找到最有效率而且 DPS 也高的短连段就是这个。剑普攻的第2段讯息斩就会换成长枪，然后再普攻就会直接出最后一段。那个打中就会加须臾。虽然讯息斩本身是会用一个须臾的，但最终不单等于无常用讯息斩换武器，还回归一个气。这个自己循环自己的永动机行动，应该会是核心的打法了。就跟人王禅心流转回体力是异曲同工啊。明末有装备加成等基本的 RPG 元素，可以配合不同打法。但是我个人就算喜欢人王，其实我不喜欢整体性的对数值。因为我讨厌不够等级就给秒，太高等级就我秒它，就是一套连招打不完就打完了。所以如果装备只是用来配合不同的打法、不同风格，而非纯数值的话，我会觉得比较有意义。明末在这一点上算是不错，在试玩期间能够看到的装备技能已经能够预测到有不小流派可以用。就比如说优先加强主力输出的武技，让上述提到的那个须臾武技 loop 就更有效率。短期里面虽然它没有全堆 DPS 的套装高伤害，但是其实最终的伤害跟效率却更高。然后也可以专注打敌人的体力，然后以处决技作为那个核心的输出。再来是以精准回避为主轴，主要是集中在回避后再远距离放法术去输出。那最后当然可以用大斧，然后纯推普攻的 DPS， 就真的是当最原始的魂器在玩。就是我虽然个人很喜欢那个须臾的设计，但是其实也不是说非用不可。好了，讲了这么多 ACT 始终才会关心的东西，那手残的话到底可以玩吗？明末除了有法术流，其实还有道具流。你看我吊死这个小 boss， 还有直接照 NPC 同伴把一个大 boss 的半血瞬间打爆，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成问题啦。这是提前试玩的心得到这一边哦。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觉得有用的话，希望可以考虑订阅一下、赞好、留言跟分享咯。我会在正式版推出之后，在 Twitch 跟 YouTube 双实况。那如果接下来有其他的动作游戏，比如说2D 忍龙或是忍龙4推出的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实况跟做影片。那喜欢动作游戏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咯。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预购特点的白跟黑衣服，毫不保留啊，分享给大家啦。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